萧家少将军逃婚以后，萧家上门赔不是，给出2个办法：一是先退婚，等把人找回，再另择吉日成亲；二是婚事照旧，让他兄长代替他与我成亲。我觉得难堪，也怕等下去真拖成老姑娘，于是擦了眼泪，匆匆嫁了。3个月后，我动身去江南外祖家，船行途中遇贼，幸得公子相救。那人年轻俊朗，眉眼带傲，他红着耳朵不敢看我。在下萧北，不知姑娘该如何称呼？我也脸上发热，眼神躲闪，但不是害羞，而是害怕。这人怎么同我那个逃婚的前未婚夫名字竟一模一样呀？也许是我久久没有开口。萧北红着耳朵又说了一遍：“姑娘莫怕，我叫萧北，从京城而来。虽有连武，那些拦船贼人已被我赶走，不会再伤你。”京城、萧北，身手不凡，这几样全都对上了，他的身份几乎呼之欲出。我手心冒汗，心里更慌了。萧北见我目光躲闪，只当我还没缓过神，便放柔声音：“姑娘去江南吗？正巧，我也要去那里。这一路江上不太平，若姑娘不介意，可一同前行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。”看得出来，他很少这样同人说话。他身形高大，脸上带着傲气，即便有意放低声音，也显得有些青涩生硬。随行护卫维护我，多半都受了伤，有些站都站不稳。反观萧北，身手极好，随行小厮也都孔武有力。离目的地还需5、6日，那些江贼不知还会不会再来。在保命面前，旧日纠葛、尴尬都不算什么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低下头，小声应答：“多谢公子愿意照看。”我和萧北之间本就是一笔乱账。我从小养在外祖家，记事起便知道自己有这门娃娃亲。外祖家在江南，离京城山高水远，哪怕我从未见过这位未婚夫，可我对他仍有憧憬。萧家2公子，15岁就随父去边关，抵御邻国来犯；18岁率3000骑兵夜闯敌营，拿下敌军主帅。少年英雄，功绩累累，意气正盛。我送过他江南糕点和香囊，他也托人为我捎来京城发簪和诗集。所以听到他逃婚之后，我整整想了一夜，也没想明白为什么。明明书信中他待我温和周到，怎么偏偏不肯娶我？用过晚膳后，我走向站在船头的高大青年，他见我很惊讶，眼中闪过一丝欢喜。这才算我们第一次正经介绍身份。我谎称自己是外祖家的4小姐，此番是外出归家。萧北声音微微发紧：“我是长平侯府2公子，萧北，今年21，家在京城，尚未婚配。”猜测终于有了答案，心中大石落了地。确实是3月前那个逃了亲事的未婚夫。我忍不住问他：“听说公子从前和我2姐姐林昭昭定过亲，怎么又说尚未婚配？”我在外祖家排行第2，府里都称呼我为2小姐。没有，那桩婚事早就不算了。萧北几乎立刻回答：“为何不算了？”这次他沉默许久，才淡淡开口：“就是罢了，不过是长辈自己定下的娃娃亲，并非我所愿。”并非我所愿，短短4个字，概括了我少女怀春，日日盼着他的这些年。难怪他能在成亲前3日毫不犹豫地走了，让我落尽难堪，成了京城贵女人人取笑的对象。萧北抬眼看我，冷下去的神情又柔和下来，他欲言又止，像是在试探。不知姑娘夫君在何处，怎会放心你独自远行，也太不该了。独自出行而已，怎比得上大婚前夕被人丢下？我压住喉间酸涩委屈，低头避开萧北的目光。我还未婚配。萧北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当年萧北逃走之后，萧家带着厚礼上门赔罪，商议出2个办法：一是婚期推后，萧家动用所有人手去寻萧北，找到人后再成婚；二是婚事照旧，林家和萧家的娃娃亲改落在萧北兄长萧南身上，让我同他成婚。萧北逃婚的消息已经有不少风声传出，京城贵女们都在看我笑话，我觉得难堪，又觉得等萧家找人回来，不知要等多久，所以我选了第2种，匆匆把自己嫁了。如今再见萧北，隔了3月，我却成了他兄长的妻子，无论如何都显得尴尬。所以我撒了谎，藏住身份，只等到了江南就分道扬镳，再也不见。到底我心里是怨他的。在快抵达目的地的前一天，又遇到了江上贼人。这次人多，萧北身手再好，也难免受了伤。等赶退贼人，伤员已经不少，我和丫鬟也顾不了许多，亲自给伤员包扎上药。萧北手臂被贼人划出一道不浅的口子，他本能躲开，可当时我就在他身后。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吓人的伤口，紧张的手一直抖。萧北出声安抚，一步步教我如何处理。等最后系好绷带，我才长呼一口气：多谢公子。刚才若不是你挡着，伤的就是我了。我等了半天没有听到回答，有些疑惑的抬头，就见萧北怔怔看着我，视线落在我的脸上。我这才发现，刚才贼人挥刀，萧北的血迹溅到了我的脸颊上。我连忙用手背擦拭，萧北递来的手帕僵在空中，又默默收了回去。不用谢，我说过我会护着你的，不要害怕，哪怕到最后一刻，我也会挡在你身前。这话太过亲近了，不适合出现在我们之间。萧北眼神恍惚，视线从包好的伤口又落在我眉目之间，蓝天碧水，他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发痴。姑娘，既然你还未婚配，那我……小姐！萧北有些发闷的话被丫鬟的声音打断，他快步奔到我跟前，气息还没喘匀，看了眼萧北，压低声凑到我耳边：小姐，那一位传了歌信过来。我早叮嘱过丫鬟不能露出身份，所以他说的那一位，我立刻明白是萧南。我那个端正持重的夫君，也是萧北的亲兄长。那位说
他已经快到江南，会在码头接小姐呢。我这位夫君品行端方，才智过人，行事周密，年纪轻轻便入了内阁，只是有些太粘人。圣上派他外出办差，他无法陪我一道去外祖家，于是他几乎日日飞鸽传书，信里话也不多，只写自己还剩几日抵达，又还要几日才能相见。信到最后总会反复写着4个字：无期可安。我不愿让他忧心，便回了一切都好。随后又将信鸽放走，回过头正撞上萧北黝黑的眼睛，这么一打岔，方才的话便没了下文。萧北神色有些失落，却还是撑起精神，朝我笑了笑。明日船就能靠岸了，姑娘今日受了惊，先去歇歇吧。我根本歇不下去，一闭上眼便是水匪凶狠的脸，还有萧北手臂上那道伤。我犹豫了许久，最终还是去寻萧北问：你为何不愿娶我二姐姐？我见过二姐姐与你通信，也见过你送来的礼物，怎么后来就断了呢？这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，那些旧日美好我很难忘掉，每次想起都难以放下。不是，那些东西都是府里擅自送去的，并不是我送的。萧北仍旧答得很快，好像怕我生出误会。他谨慎地从怀中取出一只玉镯。我萧家祖上有个规矩，萧家男子弱冠之年要亲手做一只玉镯，只是送给心悦之人。萧北目光躲闪，落到我身上，又马上移开。我虽同他有娃娃亲，却从未想过把这个给他。袖中的玉镯硌得我手腕生疼，我掩了掩，将手藏到身后。他兄长萧南新婚那夜，靠近的我晕晕沉沉，等我累极醒来，腕上便多了这只玉镯。原来他竟是这个意思。萧北似乎怕我多想，又接着解释：其实我根本不喜欢他，听说他从小身子弱，总是病恹恹的。我常年在边关拼杀，最不惜这种娇弱女子。风一吹来，我忍不住咳了一声。萧北立刻跨到我身前替我挡风，眉头也皱了起来。你该多添件衣裳的，别怕，就算寻遍名医，不管要用多少好药，我也会把你养好的。他望着我发白的唇，眼底不由生出几分怜惜。这风不好，这水也不好，害你受了惊，实在可恨。丫鬟取来披风替我披上，我缓过神后又继续问：我姐姐是个明事理的人，若你不愿，大可退了婚事，她不会纠缠你不放。为何偏要成亲前逃婚呢？后半句话我终究没有说出来。为何要逃婚？为何要这样羞辱我呢？我原本想着将就也可以，娶谁都一样，可临定成亲那几日，我还是接受不了。我想娶喜欢的人相守一生，而不是随便娶个人相看两厌。再说我在战场上拼出功名，那林家二小姐却是个病秧子，听闻只会弹琴写诗，怕是这一生连马背都没上上。我的语气平静下来。所以你是觉得她配不上你吗？萧北像是这才想起，他轻视的这个女子是我的姐姐。他瞬间僵住，整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。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太死板了，我和在一起没有话说。萧北小心看着我，对不起，我本该好好同他商量，而不是临近成亲突然离开，让你姐姐受人笑话。原来他也知道当时被丢下的人会难堪。我轻轻闭了闭眼，一直压在心里的答案就这样突然揭开。原来是起初想过将就，最后又发现自己将就不了。原来是他看不上我，觉得我配不上他。他那几句说的轻描淡写，让我在京城被人议论，被人取笑，让我夜里翻来覆去，一遍遍怀疑自己是不是惹人厌，哭干了眼泪。原来你一直是这样想的。萧北眼神慌乱，又低声说了一句对不起。我的声音彻底冷了下来。可惜了，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我的姐姐。自那场谈话之后，我彻底没了再同萧北说话的念头。若非必要，我几乎不出房门。萧北也察觉到我的疏离，有好几次我透过窗子看出去，看到他在甲板上来回徘徊，目光直直望着这边，一副想靠近却又不敢迈步的模样。这份尴尬的气氛一直持续到一队护卫赶来，那行人10来个，乘着小船靠近。我认了出来，为首的是萧南身边的护卫，名叫熊大。我眼中露出几分疑惑。熊大上前抱拳行礼：夫人，事情有变，大人被公务绊住，暂时脱不开身，特命属下先带人来接您。熊大和熊二是萧南手下最得用的2个人，萧南已经派了熊二来护我，如今连熊大也派了过来，大约看出我心中担心。熊大又解释道：夫人不必忧心，大人处理贼患快要收尾，不会再有危险。虽然他这样说，我仍旧不能安心，正想再细问几句，身后忽然伸来一股力道，抓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扯到了身后。萧北挡在我前面，满脸戒备地盯着熊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是不是我哥让你来带我走的？我和熊大同时愣住，熊大很快回过神，低头见礼。二公姐，他欲言又止，显然没料到会在这里遇见萧家二少爷，也摸不清眼下局面。萧北挡住熊大的目光，回头安慰我：姑娘别怕，他们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，与你无关，我不会让他们伤到你的。他像是难以开口，迟疑了许久才道：不瞒姑娘，其实我是从家中跑出来的，这几个月家里一直派人四处找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他们。他对着我窘迫小心，转头看熊大时却戒备冷硬。我可以跟你们回去，但要等我到江南办完事。还有，
你们带我走便是，不许惊扰这位姑娘。她只是与我偶然同行，对我离家之事一概不知。熊大笔直站在原处，半晌都没回过神来。他看看萧北，又看看我，我趁无人注意，在角落里朝他轻轻摇了摇头，也不知熊大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他抓了抓脑袋，憋了半晌，最后又向萧北行礼：“属下明白，遵二公子吩咐。”等熊大领着护卫退下后，萧北仍在向我解释：“他是我兄长的亲卫，他既来了，我兄长多半也在。此刻或许已守住江南码头，到时岸边会有不少官府的人，你别害怕。”我轻轻摇头：“我不怕。”萧北声音又柔了些：“他这次是为我来的，一定要把我带回家，与你无关。我会向兄长解释，也会送你离开。我说过会保护你，送你回家。”唉。我在心里暗暗叹息，萧北哪里知道，他兄长根本不是为他而来。飞鸽传书，先到的护卫看住了码头，他的兄长同我分开数日，一办完差事便立刻赶来。此刻怕是想见我，已经急得坐不住了。因有熊大一行护送，后面的路走得更稳，离船靠岸已不足1个时辰。想起外祖家，我也忍不住站到船头，遥望岸边。萧北终于寻到机会同我说话：“林小姐，等船靠岸，我们便要分开了。”他像是犹豫了很久，额角都晒出了薄汗。我还有件东西想亲手给你。我回过身，安静地望着他。萧北从怀里摸出一件物时，通体温润，成色极好，正是那只玉镯。这是我亲手打磨的。我们这样的门第，向来重联姻轻感情，我原以为一辈子都没机会送出。他红了脸，眼神小心又期待。可如今我心中有了人选，是我自己选的，不是旁人硬塞给我的。我就是他曾联姻的人，是他看清的那段感情，也是他不愿要长辈硬塞给他的娃娃亲。我慢慢闭了闭眼，少年人语气真诚，感情真挚，可每个字都像堵在我心口，让我难受。袖口碰到腕间的坚硬触感，唤回了我的思绪。那是成亲那夜，萧南亲手替我戴好的玉镯。你收回去吧，我不能要。我开口拒绝，玉镯太重也太脆，我的腕间只能承受一只。萧北骤然抬眼，脸上的羞意还没退尽。是因为你姐姐吗？萧北以为我在意他曾经定亲，连忙解释：“你信我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你姐姐，那只是幼时娃娃亲，我厌恶受人摆布，因此逃婚，离家数月，从不后悔。”是啊，他当然不后悔。逃婚于他不过是被人说笑几句，调侃少年义气，可我身为女子，承受的流言和压力，他自然无法感同身受。我的脸色越来越冷，自始至终没看那玉镯半分。半晌，萧北收回僵直的手臂：“也是，尚无名分，这样去世有些不合礼数。”萧北语气发涩，竭力遮住眼底的失落：“是我心急了，唐突了姑娘，正好我兄长也在此处，我去求他。他是我长兄，又有官职在身，可以代表萧家长辈出面。”萧北眼中湿亮，话说得格外郑重：“姑娘放心，我一定会求兄长登门提亲，所有礼数都会按最好的来，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”方才还只是送玉镯，怎么转眼就说到提亲了？我心口一顿，一时竟不知该怎么接话。算了，等他真去问萧南，自然就会明白了。我确实不知该如何面对他，心里也还有旧日的委屈，让他们兄弟自己说清吧。靠岸后，岸边果然不少官兵。萧北满眼不舍，又回头看了我几次，才被护卫带着去了官府。我踮起脚四处张望，却没有瞧见萧南。为首的官差上前说明：“临时有军务，大人正在官府，脱不开身，特命属下来接夫人，处理完就会来见夫人。”我应了一声，先去了外祖家请安。亲人重逢后的欢喜与亲近，自然不必多说。在外祖家等了2个时辰，我反倒先坐不住。与萧南分开数日，新婚燕尔，我自然也是想念的。于是我备了些糕点茶水，由熊大熊二护着，主动去了官府。绕过正门时，我脚下走得急，熊家兄弟还在安顿马车，倒落后了几步。待我穿过那片浓密树影，耳边忽然传来一声压低的闷响，像有人受了一下重击。我心头一惊，本能地藏到了树后，抬眼望去，有沙哑男声传来：“兄长这一计可解气了，若还不够，尽管再来，想怎么教训都行，我绝不躲。”那是萧北的声音。那边短暂沉默后，紧接着传来我夫君萧南的声音：“你一向脾气硬，谁都不服，这次倒肯站着受教训了。”萧南的语气冷得厉害：“说吧，你又在盘算什么？”那一下应当不轻。萧北低咳2声，才开口：“能盘算什么？只是听说兄长替我娶了那门娃娃亲，我这个做弟弟的心里感激。”我悄悄从树后探头，果然看见萧北捂着肩侧。我知道兄长是顾全家族脸面，才娶了并不心悦的人。这次从江南回去，我愿把那匹汗血马送给兄长。若你还不消气，也可以继续责罚，我绝不还手。月余未见，萧南眉目仍旧冷峻，只是眼下多了青黑，应是没休息好。他冷哼一声，下一刻抬腿一踢，正落在萧北右腿。萧北当即半跪下去，疼得面色发白，隐约像听见骨头轻响。四周一时静了，萧南忽然开口：“他不是不爱之人。”我藏在树后微微一怔，片刻后耳根渐渐热了起来。萧北也听明白了，神色有些意外：“兄长，你的意思是你喜欢？”萧南显然不想与他多说，转身便要走。萧北很快拉住他的衣摆，哪怕疼得脸色发白，眉眼间却已经松快不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这回逃婚倒也算误打误撞，成全了一段好姻缘。
他顿了顿，语气有些羞涩。既然兄长没有怪我，那还有一事，我想求兄长帮忙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隐约猜到他要说什么。果然，萧北的声音又羞涩又郑重。我在来江南的船上遇见了一位姑娘，她是江南林家的四小姐。他的脸颊越发泛红。我对她初见便心动，再见更难忘。这次来见兄长，就是想请兄长替我去林家提亲。只要兄长肯帮我，不管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。萧北眼睛发亮，抬头望向萧南，一脸认真，树影重叠，我看不清萧南的脸色。成亲以后，我偶尔同他说过外祖家的事，林家小辈里姑娘只有我这个二小姐、四小姐，是我编出的身份。我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。萧南，他会怎么回答？风轻轻吹过，萧南低头看着抓住他衣摆的那只手，他语气冷淡：你说的林家四小姐是个怎样的人？萧北忍着腿上的痛，絮絮说起这一路的事，从江上遇险我替他包扎，到夜里甲板闲谈，从我爱穿青衣到我喜欢吃莲藕，连我怕冷一咳笑时会低头的小习惯，他都一一说出，字字句句都十分恳切，眼里的喜欢几乎藏不住。兄长，她与京城那些小姐不同，不是只会女红刺绣、吟诗作画的闺阁姑娘，她遇事冷静，心地也好，是我愿意真心相待一生的人。他还不明白，他嘴里嫌弃轻看不肯迎娶的林家二小姐，正是他如今惦记想求娶的姑娘，而他托付提亲的兄长早已把这个人娶进家门，日日惦记。萧南沉默了许久，冷冷吐出2个字：没有。萧北一愣，茫然抬头：兄长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可知林家小辈男丁众多，却只有一位二小姐。萧南缓步上前，目光越过枝叶，准确落在我藏身处，话却对着萧北一字一句：你说的四小姐，林家并无此人。四周沉寂下来，萧北僵跪在原地，半晌，他白着脸，反复不敢相信。不可能！难道他骗了我？为什么？是不喜欢我，还是不信我？对，她一个女子独自赶路，自然要谨慎，一定是不得已才用了假身份。萧北竟自己替我找好了理由，只当我是孤身行路，心有戒备，才编出林家四小姐的身份，遮掩来历。他反倒多了几分心疼，撑着发痛的右腿想起身。是我想的不周，才让他不敢说出真身份。无妨，不论他是谁，我喜欢他的心都是真的。兄长，即便她不是林家姑娘，我也非她不娶。他完全沉在自己的深情里，半点没察觉身旁兄长的神色越来越冷。按理说，听见萧北这些话，我该难过又可笑。难过他曾轻视我，伤了我，又可笑他认不出眼前人，竟对逃婚错过的女子动心。可奇怪的是，我此刻心里反倒平静，好像知道他当初为何离开之后，我心里的那点执念也慢慢散了。站得久了，林间冷意几乎钻进骨头，我没忍住，轻轻咳了2声，也打破了这场僵局。萧南脸上没有半分意外，只抬眼望着我藏身的位置，眸色很深。我知道自己躲不下去了，我整理好衣角，缓步从树后走出。萧北闻声猛地回头，看清我的那一刻，他先是一震，随即满眼都是惊喜，连声音都亮了起来。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见我眼唇轻咳，他急得立刻想起身，可他忘了右腿有伤，才撑到一半，又重重跌了回去。一件披风从旁边落到我肩上，是萧南。他皱了皱眉，身子本就弱，还不知照看自己，粗心。话里听不出多少责备，更多的却是心疼。不远处，萧北像是察觉了什么，又像是不敢声响。他撑着伤腿走到萧南面前，将我挡在身后。萧北脸色发白，语气急切：兄长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位姑娘，她是我心悦之人，也是我想娶为妻的人。他又回头看向我，柔声安抚：姑娘，你别怕，这是我兄长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是不是来找我？后半句话忽然停住，萧北怔怔低头，目光落在我按住他手臂的手腕上。我手腕一用力，他便被推开，身形一晃，我就这样一步一步径直走向他的兄长萧南。一只温热干燥的手稳稳握住我的手，十指紧扣。萧南微微用力，便把我拉到身边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不远处的萧北护着膝盖半跪在地，模样有些狼狈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发怔，连眨眼都忘了。抱歉，我一直瞒着身份，我确实不是林家的四小姐。我慢慢吸了一口气，我不收你的镯子，也不是因为礼数不够，而是我早有婚约，是从小定下的娃娃亲。这3个字让萧北的眼神动了动，他脸色白得厉害。听见我用近乎放下的声音说完：我是林家二小姐林昭昭，3个月前已嫁给你的兄长，先前的身份是我编的，你再叫我姑娘便不合规矩，以后便叫我一声嫂嫂吧。那日之后，我再也未见过萧北。留在我脑中的最后一幕是萧北忽然气血翻涌倒下，医者匆忙赶来的画面。我坐在窗边，心思有些飘远。侍女见我拿着书，却许久都没有翻页，便劝我出门走走。我想到不久后便会回京城，正好可以买些自小用惯的东西和吃食，一并带回京城。我去了常去的布庄，挑了几身衣裳，又去珍宝阁选了些香料。走出铺门时，我被旁边的小摊吸引，摊主热情的介绍，我很快挑好了东西。正抬头示意侍女付银子时，眼角忽然扫到一抹冷光。刚才还热情招呼的摊主突然沉下脸，一柄短刃从他掌中露出，
他手腕一翻，飞快朝我扑来，变故太快，我几乎没有反应，僵在原地。幸好熊大一直跟着我，他瞬间扯过我的肩膀，那道冷光落了空。下一刻，他便扑过去和摊主缠斗起来。等他把人制住后，熊大低声禀报：夫人，此人是水匪余党，是来替他出事的弟弟报仇的。意料之外，却也在情理之中。我点了点头，也没了逛街心情，正要离开，忽然听见前方传来一阵刺耳马嘶，夹着人群惊呼：马受惊了，快躲开！众人惊叫四散，原本有序的街市瞬间乱作一团。一匹乌黑骏马挣开缰绳，直直冲来，沿途摊贩纷纷被撞翻，尘土飞扬。我站的位置恰好是金马必经之路，眨眼之间，那匹失控的马便直冲我而来，马嘶声越来越近。我几乎能感到热气扑面，心跳都快停了。下一刻，一道人影从斜侧扑来，猛地揽住我的肩，沉重马蹄几乎擦着我的衣摆踏过。我被那人护在怀里，踉跄退开数步，险些没命。咚咚咚，我稳住呼吸和心跳，抬眼望去，救我的人是萧北。他的脸白得像刚病愈，想来又牵动了腿伤，唇上没有半点血色。刚才他用手臂牢牢护住我，如今小臂上擦出一道可怕的伤，可他仿佛没有察觉，只用那双眼睛紧紧盯着我。我们隔着满街喧闹和尘土，慢慢对上目光。你瞧，萧北看着我，嗓音又哑又碎，字字压得很重。林小姐，方才那一瞬，我真的敢为你豁出命，我兄长敢吗？大夫很快匆匆赶到，先替萧北诊脉，又吩咐人去药铺取药，随后拿出纱布，要替萧北包扎胳膊。自从大夫进屋，萧北一直没有说话，此刻却忽然开口：你不替我包扎吗？大夫怔了一下，茫然抬头，显得很无措。我转身离开了屋子。我知道那句话不是问大夫，而是在问我。在船舱里，他为护我，被水匪所伤，是我替他包扎煎药。如今同样的情形，同样的伤口，可我只站在一边，连话都没说，差点被金马撞上的后怕和惧意，直到此刻才慢慢涌上来。微风吹过，我缓缓闭了闭眼。明明你曾那样嫌弃我，那样看轻我，为了躲开我，不惜违背家里，偷偷逃婚，漂泊在外。可如今你又一次次不顾安危救我，萧北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回京途中，仍旧走的是水路，因先前那场变故，水匪已被官府清剿的差不多，路上倒安稳了许多。我想了很久，还是低声开口：我想和萧北说几句话。萧南正立在我身侧，身子微微偏着，替我挡住甲板吹来的江风。他沉默很久，才应声：我朝萧北所在的船舱走去。萧南无声跟在我身后，他守在门外，我伸手正要推门，还是没忍住，低声安抚：我只是把过去说清楚，说完便出来。萧南没有回答，只安静地看着我。我握住他的掌心，轻轻挠了一下，他身子一僵，紧绷的肩背松了些。他任由我轻轻晃着他的手腕，低声回我：我明白。房门一推开，浓重的药味便扑了出来。萧北半靠在榻上，不知在想什么，眉眼间满是灰败。听到推门声，他转头看来，看清是我后，先是不信，随后眼里亮了起来。我走到近前，却仍和他隔着一段距离。我们两人谁都没有先开口。过了许久，萧北才先打破沉默：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见我了，我还以为只有那日我真被马踏过去，你才肯在我灵前同我说句话。这是重逢以来，萧北第一次用这样难听的语气对我。萧北，你不必这样同我说话，我并不恨你。不恨？那你为何一开始瞒着身份？为何不告诉我你就是我未婚妻？看我动心，看我一厢情愿，看我被你绕着走，很有意思吧？他扯了扯唇角，说得太急，又牵动伤处，脸色越发惨白。我安静地看着他，等他急促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。然后呢？告诉你我是你自小定下的人，告诉你我是被你逃婚抛下的人。我的声音很慢。然后让我们一路尴尬相对吗？我没有存心骗你，直到你谁之后，我便一直避着你。你送的东西我全都没收，我处处躲开，处处谨慎，只想着等船靠岸，往后便再也不见。萧北死死攥着被褥，指节泛白，胸口起伏的厉害。所以在你看来，从头到尾都只是我一个人自作心情。你冷眼看着，看我一次次凑到你跟前，看我为了娶你被兄长伤了腿，看我成了所有人眼里的笑柄。我沉默了很久，实在不懂他此刻为何愤怒。真说丢人，我才是京城的笑话。几个月前，我穿上嫁衣，改嫁给了他的长兄。我劝家里人安心，说萧南年少有为，换了亲事我也不算吃亏，又让那个嘲笑我的官家小姐在宴席上狠狠丢了一回脸。婚后，我与萧南相处和睦，他待我很好。好到那些流言慢慢散去，旁人都说我因祸得福，是有后福之人，可只有我自己清楚。无数个睡不着的夜里，看着那些旧日往来的书信，我根本没法骗过自己。萧北，那个和我自小定下婚约的萧北，那个我满心期盼着要嫁过去的萧北，得知他逃婚那一刻，我真的恨透了他。我以为会恨一辈子，会永远无法释怀，直到水匪出现时，你挡在我身前的那一刻，我便不恨你了。我抬头和他对视，你是好人，也是好将军，过去守着边关，如今也护着百姓，偏偏只对我不好，对我不公，是我运气不好，是我命该如此，我没法恨救过我的人。
萧北猛地撑住床榻，想要起身，但他伤还没好，才一用力又跌回榻上。他死死看着我，眼眶发红，声音哑得发颤。说当初我没有逃婚呢？若那年我照约娶了林家二小姐，如今站在你身边的人，是不是原本该是我？兄长是不是根本没有机会遇见你？可是这世上哪里来那么多弱势呢？我沉默片刻，轻轻给出答案：不会。若真能从头来过，我只希望一开始与我定亲的人不是你。走出仓房时，江风迎面吹来，将屋里沉闷的药气一点点吹散。萧南仍旧站在门边，看见我出来，他立刻往前一步，伸手替我拢好被风吹乱的发丝。说完了？他低声问我，目光落在我有些疲惫的眉眼上，藏着细细的心疼。我轻轻点头，顺势把手放进他温热的掌心，任他与我十指相扣。都说清楚了，往后不会再有什么牵扯。萧南低低应了一声，别把这些放在心上，你从来没有做错。我看着江面起伏的水波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只是有些感慨。他当初明明拼命想逃开这门婚事，绕了一圈，如今却又拼了命想追回来。我实在看不懂他。手腕一紧，萧南声音温和：人多半如此，拥有时急着挣脱，失去后才知道后悔。可惜世上没有回头路。我察觉到他话里有情绪，我斟酌着措辞，问出了那个一直压在心底的问题：你当时也是顺着局势走的吗？不论换成谁，只要为了保住家族名声，顺从长辈安排，你都会娶吗？话一出口，我便有些后悔。其实又何必追问最开始的答案呢？如今我们情谊正好，只要眼下安稳，便已经足够了。可我还是听见了萧南的回答：不会。他轻轻将我耳边的碎发别好，却忽然说起像是不相干的事。你喜欢莲花香，喜欢红豆糕，爱喝茶却不爱浓茶。我茫然抬头，萧南忽然笑了。他很少笑，笑起来眉眼舒展。萧北性子急，不爱读书写字。有回我和他赛马输了，后来他的信全都给我代写。我慢慢反应过来，睁大眼睛。萧南眼底笑意更深，轻轻用额头碰了碰我。所以不会是别人，只有你。萧北都敢逃婚，你觉得我会锦衣长的一句话就乖乖认命吗？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作答，怪不得我总觉得那些书信和萧北本人并不像，怪不得萧南新婚夜就给了我玉镯，怪不得他一见我便待我很好，千般心绪一起涌上心头。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，最终我转过身，紧紧扑进了萧南怀里。晚风掠过江面，也吹散了往日所有误会与怅然。此后岁岁江风，前路明亮。